而比方说像中东地区，现在以巴冲突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一直传出来说，有一个停火停战的可能性，但也还在继续的打。现在有一个国家中国大陆扮演的一个角色，他把阿拉伯外长团的人聚集在一起，告诉大家说，这一次代表团会把中国视为国际斡旋的第一站，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希望促成停火，而中方希望跟伊斯兰国家共同努力，尽快平息战火，而且还强调我们说的是停火，不是外交辞令，什么暂停 pause 啊，或者是暂时停火，它是真正的停火。所以阿拉伯跟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6个国家代表团一起齐聚访问中国，后续还会继续访问联合国安理会其余4个常任理事国。说真的，这些领袖们在环游世界的途中，还有更多的生命不断的在战火当中被涂炭。所以中国中东峰会，大陆要填补上美国的权力真空吗？就是说，当美方完全的站队以色列，以至于让这个战事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会不会在很多民意或反扑的意见的压力底下，反而是拿石头搬自己的脚吗？削弱了自己可靠的所谓的制高点，所谓美国队长的角色。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如果介入成为一个和平的促成者的时候，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北京迅速填补美国遗留的权力真空，谁说了算？还有在货币上面，我们不断的提到，在金融市场、货币市场一直有一种想要取代美元的期待或者是合作模式。中沙央行签署了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这个是最新消息，11月20号签署的。这个本币呢，互换规模500亿人民币，加上260亿的沙特阿拉伯币，有效期限3年接下来当然就是有更多的合作，意味着什么呢？让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中国最大的客户交易的模式，就简单来讲，跳过美元了嘛。过去最重要的一个霸权确定的就是购买原油用什么来交易，就是美金。现在可不是这样，他们促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降低了美元使用的比例。那么同时，以沙特阿拉伯愿意以人民币，不是以美元进行融资，增加中国在沙特阿拉伯经济中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双方在以另外的经济模式正在合作进行当中。而李强当然，国内在中国中央金融委员会强调的是要拼经济。那么这个会议召开，强调的是金融高品质的发展，也就是这个货币政策有国内所达成的共识，再来往外拓展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以哈冲突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但是中国的结盟反而经济结盟上产生了更大的进展吗？金砖国家领导人特别用4项峰会的方式来谈以巴冲突，习近平还会出席并且发表谈话，这是华春莹所说的。习近平呢，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邀请，在21号的时候也快了这几天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以巴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也就是说，决定以巴命运的不会只有美国，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发挥影响力，要发表重要谈话。所以以哈战争现在如何呢？还有一个人要参加，普京。他也以俄罗斯很久没有参加这些国际重要会议的情况之下，要去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的视频会议。不要忘记，乌俄战争也还在持续当中。有个国家最近大选刚刚结束，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阿根廷了。因为这一位被称为是阿根廷川普的总统，米雷伊他当选了总统之后，立刻就对外长啦，还有对中的政策产生调整跟改变吗？甚至被形容说是中国的芒刺吗？他将停止跟中国、巴西合作，也不加入金砖国家的行列了。他说不了解现在加入对阿根廷有什么好处稍后证明有益的话，我们再做评估。是在跟美中方面在杠杆，想要寻求各种资源或合作的模式吗？我觉得现在以巴冲突没有办法看到和平的契机，想中国反而介入了，希望往这个方向来推动吗？穆斯林国家当然非常的焦虑，因为面对以巴冲突，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军事上的介入，或者用这个和平任务派军队进去拯救难民，他们心里当然很急。
那很急的话，他想要尝试外交的努力，外交的努力当然找大国啊，他先找中国，再找俄罗斯，因为他们不可能找美国，美国大概不太会理他，找也没有用。所以这些穆斯林国家外交部长很辛苦所以希望从中国得到澳元。那中国一定会给他们相对的温暖，而且也相当的支持，这不是问题。但至少中国会在弥补中东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真空。可能也不可能，因为毕竟中东地区没有军力的话，那个就没有实力。中东地区很特殊，只讲武力，那中国也不愿意在这边去部署什么武力去产生太大的冲突。至于沙特跟中国之间有货币互换协议，就证明的人民币一步一步跨出去，短期内也许不会看不到效果，长期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效用。李强呢担任这个新的一个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啊，他要求说高品质的一个金融，的确中国发展到现在整个银行体系已经跟过去不一样，非无下阿蒙。可是它能不能往上更高一层，变成国际性的金融，让中国的银行在国际上有很强有力的竞争力，这个是未来有待努力。但像现在最近中国发生2个案子如果中国不改变的话，还是表示说某些地方还是在落后。就是有2个案子，客户在存在银行的钱被银行行员给盗领了，然后客户去告银行，银行说不赔，然后客户去告到法院，竟然法院一审判客户是输的。他说赔是个人行为，跟银行无关，要由个人赔，不是银行赔。这个在全世界的银行都说不通，所以中国在金融法制上真的要进一步的改善。金砖国家今天晚上要开特别的视讯会议，只有一个题目叫以巴。那以巴问题呢，当然是因为新加入的成员沙特要求轮值的主席国这个南非来主办这一次的，而且习近平会参加，然后这个好久不见的这个普丁也会参加。就是要给美国压力嘛，要给美国压力，所以如果全世界给美国，要让美国做出改变，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阿根廷选出这个总统，就是一个比川普更加疯狂的川普。他说阿根廷要废除他自己的披索，那全面改成美元，改看，我祝福你，明天阿根廷经济就崩溃了。这个人虽然号称是经济学家。号称是经济学家，不过我不可以吐槽他，他是在阿根廷一个三流大学里面念出来的这个经济学，那整天就是抱着教科书到处，他是广播电台主持人出来的，他整天讲那莫名其妙的一些，有点像那种股有社的方式在宣传他的经济理念，那跟川普主持电视节目是没有两样出身的。老师当选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疯狂的民主政治，老百姓因为已经失去了这个很多的期待，当然就会寄托于这种邪教式的政治人物。他的主张是什么？他激烈反对堕胎，他削减社会福利预算，他要轰炸中央银行，他要使用美元，然后他说他要反中。中国又不欠你的，你反不反有什么重点啊？还有一点，他主张器官可以买卖对，他主张要成立器官交易所，所以这个我不晓得。这个阿根廷因为已经陷入困境，老百姓会有点的失控啊。但是这个人，我们就看他表演吧，你看，川普把美国带得更强壮吗？没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吗？有 Great 吗？有 Again 吗？没有啊。这个人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吧。还在哭，还有的哭。政局就是惊奇跟惊吓，将军怎么看？跟台湾蓝白合一样。这个阿根廷其实跟台湾没有什么多大关系，跟中国大陆，我到 Costco 只看到阿根廷的虾。其他 nothing else， 所以这个国家我们姑且不论了，它因为地处在南太平南半球，而且经济地位也不高，资源也不富。我倒是觉得，我们大家讲，习近平讲一个，我没有攻台计划，这什么心态？任何一个国防部都会写三军总部都会写计划。我们在台湾写了几十年的防卫作战计划。当年我们还写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你只要是军人，你是高阶的军人，这些是责无旁贷。习近平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现在还没有攻打武统台湾的政策跟时机。他现在唱的是和平统一，至少不是你们美国人说的时间表。对，第二个，裴洛西走了，那5个围困区，那是乱演一通吗？你能把你的部队毫无计划、毫无组织的送上天吗？这是鬼扯。所以今天我讲老实话，打不打台湾只是在算国际局势跟解放军损失的程度。
早打还是晚打，什么时候有利，这是军方准备的，但是最终是由领导书记做这个决策的嘛。所以习近平讲，我现在在搞和平统一啊，我没有这个，但是他心里知不知道，招之即来，来了即能打，打了就要赢，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啊，这么多军演，怎么不跑到琉球去演，跑到日本去搞三军联合演习啊？他对日本只要做威吓嘛，所以大家把民进党这个唬人的这个安全的因素，我跟你讲，解放军现在的实力随时可打，只是损失多少而已。这个国家会在乎军人的损失吗？从韩战、从越战，我们看，它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问题啊，真的，今天选举不要大家图一时之快了，想想以后真的是面临核战的选择。今天赖清德摆明了就是两国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习近平每次跟拜登开会，最后红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嘛。你要去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讲啊，选前大家看看以后核战是真的，越是他要掩盖的，赖清德讲的越响，但是问题是真实存在。赖教授，苍生为念呐，其实以巴希望能够停止接下来的这种各种攻击跟冲突，也是以这样的出发点。真的应该要停火了啊，因为杀的真的够多了啊。那个马克宏去跟内塔尼亚胡谈的时候，就是说死的人太多了13000多人，13000多人了，而且6000多人是妇女孩童啊，死的人真的太多，还要死多少人啊？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的这些人质的这些家属，他们已经就直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再告诉我怎么去杀阿拉伯人，你再告诉我怎么把我们的家人救出来。”大家对于这个杀戮已经真的是厌恶了，而且一直在杀平民百姓。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要往南加萨打了，那他的任务，他不会让南加萨的人再跑回北加萨嘛，所以他的目前的这种做法，就是要把南加萨再往埃及赶嘛。可是埃及实在是不愿意这些大量的难民里面混杂了很多的这个哈马斯，然后进入到这个埃及地区方，然后会让这个西奈半岛甚至到最后那么卷入战火。在这个部分里面，对埃及来讲，他实在是不愿意啊，所以埃及一直把边界封得很紧。那边界封得很紧，可是以色列形成了这个大包围圈，整个沿海都在封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啊，目前来讲，土耳其率领的一些船队，据说大概会有400多艘船，要开始往这个加沙地区的港口里面要直接强行登陆，要挺进了。那现在要看的是以色列敢不敢打。如果以色列敢打，那这个就麻烦了。如果以色列不敢打的话，那这些船一旦靠港之后，那他们的补给品开始在运送进来，医疗品直接这样运送进来，然后开始把一些难民或是怎么样开始接送的时候，那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局势其实是越来越紧张。那问题就在以色列有没有要停手啊？拜登说有一些讯号了啊。然后目前也传出来说人质交换这个部分有进展，所以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暂时停手，暂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中，啊，这些阿拉伯跟伊斯兰教的联盟的这些重要的国家的外交部部长要访问5个常任理事国。那第一站他们就到中国大陆，而他们要访问到中国大陆，选择第一站，他们都讲得很明白，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公正客观，而且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而且中国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这个目前是轮值主席1个月，就到11月底，而他在担任轮值主席的时候，已经多次的推出这个方案，目前有一个暂时停火方案，那已经被通过了，现在已经责成联合国的秘书长要赶快组织这些救援部队要进来。那目前来讲，看起来古特雷斯也加紧在进行中，所以联合国的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军在这一次的演说里面就非常肯定这个秘书长在加紧。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联合国组织完成，开始挺进往这个加沙地区移动的时候，以色列敢不敢打？以色列如果打的话，
那这个马上就会爆出你跟直接攻打联合国军队或者联合国救援物资的一个问题，所以局势是越来越紧张。那目前来说的话，美国在中东地区确实权力已经呈现出真空的状态，那中国大陆在填补这个现象也确实已经开始在发生了。刚刚传出来一个跟国际相对无关的最新消息，是国民党中常会本来预定明天要召开，现在又宣布延期了。那5点半，待会儿看看民众党有没有其他的最新的记者会消息。继续看看国际新闻里头中日的关系，刚刚也提到了日本啊，那么不是在 APEC 上面，两方的元首见了面啊，希望能够有更多和缓的空间吗？结果日本仍然说是要因应中国威胁，在西南岛屿的2栖作战演习继续的盛大召开。这一次是10月19号开始进行的模拟攻击哦，模拟什么呢？模拟有这个2栖攻击车袭击东海边缘一座岛屿的海滩，把入侵者给驱逐出日本担心容易受到中国攻击的领土。对象当然假想敌还是中国。美军的驻冲绳 MQ-9 死神无人机也正式去运作，协助整个演习。那么冲绳知事也递交了一件事情，叫请愿书，反对县内在部署长程飞弹一直往这里递，他们觉得危险。如果引进具有反击能力的装备的话，居民的焦虑会很大呀，希望政府不要使用具有反击能力的装备，反而成为攻击的目标。他甚至希望要裁减冲绳美军人数和装备。但是日本的无人机的据点呢？准备往南移了吗？为了要反制中国钓鱼台周边的活动，这一块地方一直是在处于一个有点危险，但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之下。现在呢，日本说要考虑直接在钓鱼台附近浮标是中国设的。不经过中国的同意，他们考虑要自己把它移除。其实，在一个恐怖平衡底下，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呢？那么，显然接下来中日的关系，如果这样进行的话，演习又有这种直接拆除对方设施的作为的话，也不只是渔船接下来赶来赶去而已，这很难讲后果如何。所以，中日本来岸田文雄去见了习近平希望能够把水产禁令解除，显然没有进一步的结论，只表示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形容，岸田文雄称中国同意举行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专家级会议。北京呢，今天面对相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证实这就是日本也说了，我们中方不回应这样是重申盼日方跟中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和处理水排海问题。就是说，也没有真的往岸田文雄想要向国内的经济选民交代的这样的意思在发展，同时又有演习，又有这个各种军事可能的冲突，一方面又要开放水产，有可能吗？那尤其中日的车企也在做各种竞争里头被形容是逆转了。过去日本做汽车最厉害了，但这近几年来，今年大陆的汽车出口量有望超越日本，成为第一。不过金额当然还在追赶了。今年前3季日本出口的汽车数是318.7万辆。那中国前10个月汽车出口量是420万辆，如果11月、12月再加进来的话，全年汽车出口量当然就可能攀升，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咯。所以中日的关系又要竞争，又要合作，又有军事要跟美国交代，的确是一个相对矛盾、不容易处理的关系。而南韩也一样，尹锡悦因为公开的讲，中国他在外媒访问他的时候说，中国如果跟俄北合作的话，会不利于国际地位。北韩、中国、俄罗斯各有其利害关系这样如果中国跑去跟北韩、俄罗斯合作的话不会为中国带来利益，反而会影响其国际地位。韩国还强调要维持台海、南海的稳定。那当然呢，立刻毛宁就回应他说，中方清楚自己的责任跟利益，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你不是当事人立刻呛他。所以中日韩的疙瘩得坐下来谈，但显然在 APEC 的场边会议是看到了美国跟日韩坐下来谈，那么三方有没有办法有更多积极的会议态度呢？11月25号、10月20到11月26号会有一场中日韩的外长会议，持续会有没有什么结论？积极的态度跟美方的均衡关系会是什么？将军，我觉得韩国人讲这个话，真是好像怕人家都不认识他一样的，没他的事情了，对不对？你能做什么？你韩国人最后说，以后我不卖 kimchi 给你们吃喽，你有对人家也没什么威胁呢，所以这个问题不谈。我觉得我倒是有兴趣看日本，
日本搞这个2栖岛屿登陆作战，我就很奇怪啊。如果你去过钓鱼台，你去看看，钓鱼台就是一个孤立在海上一个悬崖绝壁，那个沙滩很小，而且也没有中国的驻军啊，你跑那边去占领有意义吗？你蹲不住吧？你占领了，人家随时可以拿回来，这第一个。那他这个陆战队，他也不是很强的陆战，有登陆舰只很多，没有。中国也没有打领琉球、奄美大岛的这个意图嘛，战略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嘛，所以我倒是讲说，他唯一跟他军事战略有关系的是北方四岛，跟俄国那个交界不清的，趁俄国海军也不是很强，是不是想做什么动作？要不然，我觉得日本的陆战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至于把这个无人机向南，它是在监视台湾海峡为主了，那么也是跟美国配合的。这个日本的所有军事行动没有美军的支持，它不会独立自主的去发起任何战争。所以我们要对日本了解，日本这个民族性，它是会跟强者合作。那你看当年唐朝强的时候，你看来多少次啊，对不对？等到清朝弱的时候，你看他又跟人家搞在一起。所以日本的心态，我相信中国大陆很清楚了，也不会很轻易放弃你这个。他也知道你不可能把日本的立场跟美国去脱离嘛。那今天这个水产禁令跟这个污水下排，在全世界上拿得出去的公理嘛？难道大家要看到自己身边的海洋被污染吗？这个是理直气壮的事情。第三一个，日本为什么最近行动蛮多，言论很多？因为这么多年来啊，他最遗憾的就是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什么叫不正常国家？处处受制于美国。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想要高性能的战机，要有长距离的飞弹，甚至于想自己做核子弹，美国卡得死死的。因为你现在是被我保护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自卫的话，你还会听我的吗？所以日本今天讲两句，我们对日本很清楚的，重工业很不错的，军火工业也不错的。2次大战的时候，它是航母大国，各位不要忘记啊，它有没有制造能力？有。做核子武器有没有能力？有。它连飞机都做得出来。今天被谁压？不是被中国压，是被美国压得死死的。因为我要用你这个棋子，你现在虽然不是殖民地，但是等于是殖民地一样。我的军队在那里吃喝玩乐，用的什么钱都是你日本政府给的，你还要交保护费。所以这个东西啊，日本老百姓如果要醒觉的话，政治人物想说我要变正常国家，我要变成联合国的常务理事国，做不到啊，做不到啊，因为他曾经金融大国那个时候在全世界 GDP 很强的时候，被布林登的这个一下子打垮，到现在他还停滞在这个经济上很衰败的一个状况。今天我有朋友他们到日本去看，很多空屋啊，很多空房子，就像岸田文雄的民调一样低。对呀，因为他人口老化，经济不振，这个台湾有很多有钱人喜欢跑到那边去置房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住？去住麻烦很多，因为他的左右邻居很讲究，所以房产是看了有人去买，但是去住的不多。所以这日本这个国家，你既然身处在俄国、北韩、南韩、中国、台湾的边境上，你如果安分一点，你可以大赚其钱，因为它变成亚洲的一个分销点嘛。对韩国可以做生意，俄国做生意，中国做生意，台湾做生意，偏偏你要选择美国，那你的下场就可以知道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中日的关系在 APEC 之后显然并没有降温，反而甚至要往更低的冰点来进行吗？日本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搞军事演习，尤其是离岛的这个军事演习，这个反映出它的焦虑，其实也跟我们的台湾目前的民众的焦虑很像，因为我们很怕打仗，我们也不愿意赖清德当选以后，两岸之间真的爆发冲突，打起来了。
我们很焦虑，其实日本也很焦虑。那所以日本它为什么会焦虑呢？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对它的领土有什么企图心，不是，而是他怕卷入台海之间的战争。然后如果他一旦被卷入，然后对于日本来说的话，等于是中国大陆一旦日本参与了，那就打起来了。那所以对日本来讲焦虑到不得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侯友宜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讲的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你们一直在担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你们应该去想，就是台湾没事的话，日本就没事嘛。那想办法让大家没事吧，对嘛？那就应该让大家没事。那台湾没事，大家就没事了嘛。那台湾怎么样没事？回到9·2共识就没事了嘛。啊，不管这个郑元兄对9·2共识大陆的执行方有什么意见的话，但是我们都知道9·2共识确实可以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好，可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段时间内两岸之间会发生紧张？为什么会跟日本有关？美国联合日本去拉台独，打台独牌，打台独牌，操纵到这一段时间以来，搞得两岸关系紧张了。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军事演习在台湾的周边越来越密集，强度越来越大。然后美国跟日本一看，哇，危险了，搞得很紧张的时候，战场远离美国。你看在这一次里面，去 APEC 的时候，拜登想尽办法，用尽各种方式，总算跟中国大陆恢复这个4个层级的军事沟通管道，但是有前提哦，就是平等尊重。如果你不平等，你不尊重，那尊重的意思就是你来，你要知会我，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知道，这才叫尊重。如果你一旦不尊重，中国大陆随时还可以把这个军事沟通管道关掉。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要缓和了。那现在日本该怎么办？日本又被美国人抛弃了，又被美国人出卖了，因为日本挡在前面嘛。那现在日本该怎么处理？所以日本处于一个焦虑。好，处于一个焦虑，安田文雄就想办法，因为他现在民调实在太低了，低到已经快要被倒戈的危险了。因为在1.1%好了，因为日本的惯例是，你只要跌破20%，你基本上就要下台了，你就要换内阁了。那他现在是21而已哦，所以1.1，安田文雄就要下台，所以他想尽办法跟中国大陆有一个会谈。跟习近平有个会谈，那这个会谈里面，他事实上他要的都没拿到嘛？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说，这个有关于农渔水产品的禁止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很简单嘛，污水不排放，这个就好解决嘛。啊，你日本又做不到，那你还怎么玩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岸田文雄，你到底是图利于东电，还是为你的人民着想？你因为不为你的人民着想，你的民调支持度才会这么低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好意思，教授，叫你哦。欢迎回来。台湾有事，日本会有事吗？日本担心他们有事啊，所以冲绳知事才会递出了请愿书。委员。玉成丹尼是冲绳的知事啊，他父亲是美国人，妈妈是琉球本地人。那因为父亲抛弃母亲，所以他取名叫玉成丹尼。他一直主张美军不应该住在琉球。的确啦，1945年全世界最惨烈的战役发生在琉球战役。这场琉球战役啊，只打了1个月，琉球的人口1/3不见了。地方也不大，人口也不多。那时候人口还不少，1/3不见了。然后日军在上面有10万人，也差不多损伤殆尽。你就知道这样有多惨烈。琉球人只要提到琉球战役，心里都怕死了，所以他们不希望卷入到这无端的战役啊。因为日本人到处侵略，琉球人没有好处啊，琉球人只能去当兵啊，帮日本打仗啊。可是最后损失他们啊，那拿到好处没有？比如举个例子，日本打甲午战争。多赚一把，从中国拿到的赔款，包括他打战的时候是跟英国借钱来打甲午战争的，拿到的赔款呢，日本当时的这个财政大臣怎么说啊？我们7年财政预算统统有了，而且拿这个钱去盖8番钢铁，所以日本的很多的船舰啊，什么航空母舰，就是8番钢铁厂开始盖出来的，是中国战败赔款所建立起来的日本的海军实力啊！那不管如何啦，这个冲绳反对这个美军啊，以及日本政府把他们当作新的战地，也没有错。刚才虽然讲对了，如果你美军啊要介入台海战争，
那琉球的美军基地一定会遭到中国导弹强烈的打击。那中国导弹强烈打击琉球的美军基地，难免会损伤旁边的邻居，就是琉球的住民。这一点当然玉成丹尼还非常非常的反对，而且玉成丹尼就把历史翻开来，他上次访问中国的，特别跑去中国曾经保护过很多很多的琉球居民的一个地点啊，这什么琉球会馆啊，去表示怀念、表示感谢啊。他不像日本人呢，得了好处不知道感恩。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蓝白合进入了夜客模还是番外篇延长赛阶段，不知道。总之还有救。明天在侯友宜的宣布之下，还有一场由专家学者一起比民调的最后番外篇。那么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来宾，第一位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前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各位大家好。再看看这个相关的选战消息的时候哦，赖清德跟萧美琴搭配之后，昨天笑得好开心。那蓝白合在野党的选民里头，支持每一个人都忧心忡忡，或者是怒气冲天。那现在呢，台中最强母鸡卢秀燕站出来站台的时候，特别喊哦，蓝白立委登记，卢秀燕说一党独大不是人民之福。预算想给就给，颜色不对就喊卡，做不好也无法监督，所以该怎么办？就是要想办法合作呀。连很少出来评论的雷倩他也站出来，他说柯文哲所提的条件很合理，谈蓝白合决策只要有智慧，大局为重。这个再把郭台铭力量拉进来的话，蓝白加郭台铭，那就是有3根绳子，很容易这个力量就会赢过台独的危险路径，让台湾远离战争，让两岸可以坐下来有协商的机会。而蓝白合今天陷入僵局之后，明天刚刚侯友宜宣布之后5点半，民众党还会再开记者会宣布他们的决定。那么所以高雄蓝营小鸡吐露的心声是他们特别着急啊，母鸡没有决定的话，本来中南部选情跟北部选完全不一样的。在蓝白合的时候，南部是士气大振啊，但一又不合的时候，他们又立刻感到了焦灼跟选民的无奈，甚至弃守他们的这样的心意。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继续往前走。陈美雅说合作两利，分的话两害。那好吧，是不是连外媒都有一些被认知作战，还是他们真的就是这么看衰蓝白合？那其实好像大家也都看衰。那 BBC 的这个所谓散弹枪婚礼，他是怎么形容的？修杠他就说这个婚礼感觉起来就是一个不情愿的逼婚，奉子成婚，新郎新娘瞧不拢，所以才会婚礼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就是要做给他们看，不是吗？想办法合作看看啊。那么，甚至在《时代》杂志里面，赖清德登上了封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各种的业配预算就是了台湾总统领先者来形容赖清德，他说他挺同婚，不认同两岸统一的幻想。蓝白分裂之后，赖清德只要35就可以完成所谓领先者的梦想，而民进党赖萧配抢头香完成了登记，喜气洋洋的样子赖清德还讽刺蓝白合适，台湾经不起纷乱跟被实验，要稳定的往前走。所以选举世界都在看台湾的选举，台海的安定。那么要走回依赖中国的一中老路，还是要让民主道路继续前进呢？当然又走回到了唯一的一条抗中的道路。萧美琴自比战猫，这次是猫狗合作形容说这次的合作他自己也陷入长考，因为在美国呢就不用陷入台湾的政治漩涡呀，但这次回来有他希望能够承担的责任，那当然就是让美国放心赖清德嘛。那么这次赖萧配亮相之后，国外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不管媒体或者是其他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都给他赞下，例如葛莱仪，他特别还公开发言表示赞成萧美琴他的立场跟这个他可能的影响力，他了解美国国会如何运作，支持台湾方面的关键角色。柯文哲则是说赖清德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美方对赖有疑虑，必须靠萧美琴才能建立热线。至于如何定义9·2共识这件事情，柯文哲说一定要装作不知道了这件事情反而是被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阵营一直拿来质疑的。那你对9·2共识的看法如何呢？赖清德说，习近平说没有攻台计划，揭穿
核战抉择论的谎言，也就是说拿 APEC 上面拜习会上面的这段话来说，哎呀，你看看在岛上骗大家嘛，根本没有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嘛，没有什么2030攻台计划等等的啊。但是其实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各种军事专家学者也都这样说，关注拜习会之后，李纯说，大陆军事威胁并不是纸上谈兵，或者是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威胁，当然还是存在，是真的天空上有战机，海面上有4、5艘军舰会定在台湾岛的4个角落。旅美中国学者也说，综合习近平的年龄啊，中国经济发展跟军事准备，他们认为可能台湾最危险的时期是在2030，现在中国急也没有用，而韩国强调台海稳定、南海稳定，中国外交呛啊，不要凑热闹。可是其实之前说台湾最危险的是谁啊？不就都是美国官方的兵推吗？或者是相关的研究单位说我们最危险嘛？那现在赖清德说好像不是在战争跟和平的选择，但好歹要沟通嘛，有没有办法做到？在现在是看不到的。委员怎么看整个蓝白合最新的发展？蓝白合会不会合，就看明天啊，也看台湾的命运跟中华民国的命运。至少国民党没有最强的公鸡，但是我们终于出来一只最强的母鸡。卢秀燕啊，她行程排满了，很多国民党的地方的这些小鸡们都热烈的希望她站台，而其中蓝的需要，白的也需要，所以你看到照片上面，她拉着国民党优秀的年轻一代林嘉欣，也拉着民众党非常有代表性的蔡壁如哈，所以这是个好的开始。我们希望这好的开始会影响到明天蓝白合最后的好的结果。一个到底是好事多磨还是坏事？歹戏多百戏多捧哦，这样翻译才对，歹戏多捧。当然希望说喝酒顶棒对啦，好酒沉瓮底啊。这个不管连线讲什么，别人讲什么，其实重点是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情绪放开。因为国民党有很多人很讨厌柯文哲，这是个事实。但是国民党更讨厌民进党，民众党也一样啊。民众党一堆人很讨厌侯友宜啊，讨厌国民党啊，可是他们更讨厌民进党啊。那就是因为在讨厌民进党的基础上，才有所谓要下架民进党60%的民意嘛。那如果现在各自拿出来说，我讨厌柯文哲，我讨厌国友宜，我讨厌国民党，我讨厌民众党，那这戏这什么就不用演了嘛？这真的是歹戏哦。可是大家认清大局，不要白天讲了一大堆了不起哦啊！我爱台湾，我爱中华民国，为百姓苍生，我不向两岸和平，两岸开战。可是真的谈到自己要不要和的时候，哇，条件开了一大堆啊，利益摆了一大堆，方面都有主战派。主战派回家去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好处理。所以散弹枪分离是有散弹枪，我同意啦。白的有主战派，蓝的有主战派，啊，不是说散弹枪拿好了吗？但问题散弹枪你不是打民进党，你在打互相对轰干什么呢？你看看国民党的最强母鸡卢秀燕怎么做，拉着白的，拉着蓝的，为了要创造不让民进党在国会再度过半数，不让它成为最大党，人家在努力，你们看到没有？这个。赖清德当然心情啊忐忑不安的，一下上一下下，看到蓝白合哇，心情荡到谷底；看到蓝白不合哇，心情又昂扬起来了，开心的不得了。他找了副手萧美琴，我给他评断就是说没有加分，但是也没有扣分，因为以往过去好几次啊，很多的候选人副手给候选人本身带来太大的麻烦，比如说蔡英文找的苏家全，你看呐、被邱毅跟我从年头打到年尾。另外的这个朱立伦找了王如玄，也是被民进党打趴在地上啊，所以这个问题小心，只要不加分没关系，不犯错就好了哈。那如果蓝白合啊，不管是柯侯柯的话，两个应该都经过选战了，也没什么可以打的哈，所以也是一个安全牌，而且还有相乘的一个效果。美国呢就不用谈什么了，民进党讲说中国大陆人讲的话都是统战，不要相信。哎，奇怪，他怎么相信习近平画起来了？啊，习近平画统战哎、我觉得民进党你要提醒啊，我提醒民进党。习近平是不是哄你的、啊？习近平可能是骗你的、啊。我说2027、2035我们没有攻台计划，那2030有没有？2026有没有？对不对？你要知道，习近平在白宫是讲，那你们民进党传统上把习近平的话就当作不可信嘛？对，习近平讲说1国2制台湾方案，你们说不可信；习近平讲9·2共识，你们说不可信。那怎么习近平不打台湾，你们就信了呢？这个逻辑很怪。不过这李纯是不是不想当官的，是吧？竟然吐槽赖清德说，两岸还是很危险啊，天上飞的、海上走的、地上爬的都一大堆，所以李纯哦，就好像混得很难过。至于什么旅美的什么中国学者也好啊，这个不用相信太多哦，永远弄不完的哈。
导致南韩的角色很特殊。哇，他现在被美国一加持的时候啊，以前不太敢管台湾海的问题，现在声音很大了哈。不止如此，还管到南海去了。我是觉得是尹锡悦被这个唱了一个 American Pie 以后，功力大增的样子哈。我建议中国大陆跟他落气了哈，跟他落气哈。那至于这个9·2共识哈，柯文哲说他搞不懂啊，装都不知道，我也装都不知道，我也看不懂为什么。奇怪，以前讲说没有9·2共识会地动山摇，这蔡英文当家以来废弃9·2共识，以前对大陆的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在马英九时代是才800亿美金啊，到蔡英文就升高到1500亿美金，那表示有没有9·2共识没关系啊。我不晓得大陆你在干什么，我看不懂啊，对不对？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大陆我真的看不懂，所以我都看不懂了，柯文哲怎么会看得懂呢？没有9·2共识，反而两岸贸易更好。但有了9·2共识，两岸还在那边捏，我不晓得你在干什么，我真的看不懂，所以我要装作不知道什么叫9·2共识。将军怎么看呢？蓝白合明天番外篇，当然5点半如果民众党最新记者会有任何最新的消息，会跟各位插播。但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有2位各自派出来，有马英九国民党派出来2位专家，跟民众党派2位专家，明天用民调来决正负有没有可能，还有最后的机会，协调不成再说嘛我根本不关心这个，签了字的东西都可以反悔，明天那有什么共识？对你和。我告诉你，和好处在什么？大家都知道，民进党下台，对不对？和柯文哲，你的民众党可以从此壮大，因为要不然你的基层是空的嘛，对不对？不和，我们看不和的伤，国民党当然受伤。国民党受伤以后，他一定会形成组织再造，他要迎接下一个4年。那民众党呢？你全是空军。搞不好会泡沫化，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劝大家不要太焦虑。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所有者：和固然好，不和的话，各位不把立法委员的选举做好，我告诉你，那才是死到临头了。我跟你讲，今天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可以纵容民进党什么都是国家队，什么就是这个特别预算，把国家的已经快要掏空了。如果说你没有立委能够把关的话，我们被掏空流失的速度会更快。我这个讲话，我是不是在那里塑造一个虚幻的一个想法，我很实在的。我跟各位讲，和固然好，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如果不和，大家各自努力，非把我们的立委席次能够真正监视政府。你没看我们这8年来。多少个特别预算，多少个国家队，多少个贪污腐败，多少一个这个错误的政策，造成鱼电共生，鱼不生了，对不对？很多了，电源不够，电价有问题，将来一大堆问题。你看看现在都快要秋冬了，那蔬菜价格还不降都纵容这些大盘在操纵嘛，这都关系到你的荷包啊。所以我讲，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拿出来，跟2个党的比一比，谁能够监督这个政府？这个2个党的人才，你拿出来算一算，挑出来。今天民进党在吹牛，葛莱义的那打边鼓，哎呀，萧美琴深谙美国的这个国会运作，国民党随便选5、6个，黄介正这些都是40年泡在华府的，这个没什么好夸耀的。所以这些问题今天这种小道消息很多，我是劝所有观众不必为这个心焦，因为反反复复嘛，就看明天嘛，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台阶下很好，你要不找台阶下，大家各自努力，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刚刚形容叶克膜就是将军，就是叶克膜。你真以为能够起死回生？我的不太乐观，我不认为。还是希望抱持一点希望，为了台湾好谁不希望？但是不乐观。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葛莱仪的分析，他认为萧美琴熟悉华府熟悉这个国会，所以对于这个台湾他来选的话是还好的。这种分析太肤浅了，这种推论太浅薄了。道理很简单，
肖美琴派驻到美国才几年，没有几年。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没有派驻到美国之前，曾经是一个美国人，就是故乡是美国嘛。他的故乡是美国人，他是后来当选了侨选立委以后，如果没有当官，他今天可能还是美国人。那当选了侨选立委，他才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来。然后坦白说，2年的华府的历练就可以成为美国通。那这个对于国民党，或是对于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他掌权了，只要他当总统了，他派的任何一位驻美的大使，其实1、2年内都通了，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大使馆或是我们的代表处就设在那里，里面的这些外交工作人员全部很多都是很资深的，熟得不得了。这个跟大使关系并不大，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这个就是代表什么？葛莱义的分析太肤浅了。一个研究员还每天奔走于两边之间的研究员，那么分析的论断这么肤浅，就把它摆在一边好了。那我先来看一下，赖清德已经摆得很明白了，他不会接受9·2共识，不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他一定推的就是一中一台，也就是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台湾，就是独立。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的态度，他在领表的时候他就宣示，他一定推一中一台，就是台独了。他只是没有把这2个字吐出口，没有勇气，连这么一点点的道德勇气都没有。明明白白你的暗示就是要走台独，结果你却连这个道德勇气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要搞暗独，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他不敢讲说我就是要推台独？他为什么要搞暗独？这代表什么？这个人明明知道搞台独会打仗，搞暗独就不会打仗吗？还是会打的。你只要搞了就是会打，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讲说这个两岸不会打起来，就是会打起来。你搞明独、搞暗独，就是会打，就这么简单。那台湾的老百姓要不要把票给他？当然不要嘛。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的民调支持度都一直在3成多，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台湾的老百姓不要两岸发生战争，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不希望民进党，不希望赖清德继续执政，这个才是主流民意。呼应主流民意才是民主嘛。民主的真理，民主的真道就是拥抱主流的民意，拥抱多数。这多数就6成多人要下架民进党，下架赖清德，下架萧美琴。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这6成多人为什么不能够凝聚成为一气呢？那就是因为各有各的算盘嘛，各有各的算盘，就忽略了我们广大的民意。麻烦这2党，这2位老先生呼应一下我们广大的民意，呼应广大的民意，拿一套公正、可检验的规则，在阳光下把这个规则摊清楚、讲明白，受公平、受验证，然后携手来解决问题。合演嘛，大家就是为了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打仗嘛。合作不是为了要吵架，是为了要打仗，所以彼此的吵架都停止吧。相信台湾大部分的民意大概一致的就会是希望降低战争风险，没有人想要打仗啊，除了军火贩子之外，而且住在国外啊，不然谁希望台湾打仗呢？